哎，大家伙儿早喽！11月11号星期六，周末了，清晨5:05，很少见这个画面吧？我刚下楼扔完垃圾，再简单的蹦蹦跳跳热热身。今天跑的稍微要长一点，今天6点钟，小伙伴们在大阪城跑15公里，4分30左右。我呢先跑，到时候碰见他们在一起跑一跑。穿的还是短袖、臂套、戴手套。现在气温13摄氏度，也开始凉起来了。底下穿的是一条菲比特的压缩裤的兜，带了一小壶水，软水壶。那这水壶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买的，就7、8年了。像这种训练热身吧，你如果一开始是慢跑的话，你不用特别的在意，蹦一蹦跳一跳，然后你们看这样，这样踢踢腿，这样踢踢腿。就不要做太多太超限的那种活动，可能会受伤。然后无论是比赛还是训练，最好都不要在热身的时候做太多的静态拉伸。可能您有的人特习惯的话可以做，但是不是很建议，不是很建议。之后就是像我这种，我起得早，今天3点半多点就起来了。我起来在家里先做静态拉伸，之后呢有1个小时的缓冲时间，然后再训练。否则其实是容易增加受伤的风险的。多做动态拉伸，好吗？基本就跳一跳，踢踢腿，前后左右踢踢腿，然后活动活动胳膊，然后就开始慢跑，尤其是晨跑，开始强度不大，是不是？那行吧，那我们一会儿训练上再见了。ハーフとか10分の持ちタイムでいうと、ただすぐやっぱり遅いんで、ただ短距離タイムで10キロだって僕、マッキーより速いですよ。でもなんか、だからなんか好きやろね。シアもそうやね。いや、カーブしてたんですよ。どこにいたか。拿过手塞。啊，现在往开。看小伙伴们不错吧？我已经22公里了，加油干！已经跑了26公里多了，刚跟小伙伴们分开，最后的1.5公里冲了一下，然后刚才我停了2分钟，为什么呢？大家看，
今年北京马拉松的必套。前天我回评论的时候说，有一位小伙伴说来日本玩，这周末在大阪偶遇。我说行啊，我说正好周六上午是固定时间。我刚碰见他们，就碰到那位观众和家属2个人，比我年长，但是呢，我第一眼看，真的比我年轻多了。他俩都是显得特别的有活力，送我的，今年跑的北京，真感谢，真感谢。碰见过好多咱们的观众了，每次碰到观众都挺开心的。今天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到家30公里。其实马拉松赛场上是这样的，马拉松赛场上更多需要的是信心，因为训练这个东西，其实长年累月的跑，大家跑都不少。但是呢，我跑到现在，我的总结，马拉松赛场上信心很大的一方面就是来源于训练，倒不是说我今天跑多快，明天跑多快，而是说我这段时间跑的特多，或者是我这段时间练得特别有劲儿，而这时候你就有无穷无尽的信心。我总说马拉松是个奇怪的项目，是一个少见的练少赛多的项目。不是说平常跑量少，是说你不可能每次都练一个马拉松。像我们普通人，长距离也就30公里了不起了，而且你不能天天跑。专业运动员也是，专业运动员练得狠一点的，可能一周有一个40公里，但是马拉松是42公里。所以呢，你甭管多专业的运动员，面对马拉松都有恐惧感，都会没信心。因为说跑后边的10来公里会什么样，就会伴随担心啊、紧张啊什么的。所以借着冬训这个机会，我在努力的提高跑量。就不管说提高的跑量能真正反映在成绩上有多少，但是至少在比赛前、比赛中，心态能让你更加好，而且平常生活也更加有动力。这是我个人的喜好。有的小伙伴其实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我也见过那种就是特别严格追求科学训练的小伙伴，就是恨不得今天是11就不跑12，明天是18肯定不能跑17，就每天都不一样。我为什么没有课表呢？是因为我记不住，我觉得麻烦。我训练的重点就是我能让自己每个清晨起来到训练完这段时间不留遗憾就好了。我不是说科学训练不对，我也希望那样，但是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很难自己定制一个很适合自己的训练节奏，所以我就傻跑。我觉得未来可能人工智能是个机会。最近还在看2个 Stride 配对那事儿。总之，建议大家屏幕前的小伙伴，这个冬天可以试试加跑量。还是我那天说的，您如果就是您第一次跑了那种
您平常训练跑不到的距离，并且坚持下来，坚持了几天，您当时的心情肯定是非常美妙的。至于有什么加跑量的小窍门呢？就每次单次的距离往上加，不要一下加太多。如果你现在还在10公里以下，考虑跑10，不会对您有什么损伤，就是累。我第一次跑完10公里，停下来都不会走路了，觉得腿一直在倒。您要是已经能跑12、3公里了，那我觉得像冬天单次的有氧跑，或者是甚至是节奏跑，16公里更适合您，试试看。这种就是您试的时候啊，我其实当时单次训练跑到20公里，有过很长一个阶段，就跑了一个20公里我就累了。第2天呢我就跑得短，第3天还跑得短，直到有一次，我想我第2天能不能还挑战一个20公里？其实理智的说，是能的，无非就是累一点嘛。第2天我就挑战了一个20公里。之后呢，第3天慢，跑得少，就像以前的第2天一样。那时候还是跑3休1，这我觉得还行，因为第4天就休息了呀。就这么坚持下来了。后来呢，我就想，我第4天能不能再跑1天再休息，哪怕跑少点，因为那时候跑完2个20，第3天我跑14，北京线路也熟，就很容易就能规划出一个距离来。我觉得14跑得挺轻松的，第2天早上起来我应该还能跑14，我就试了一次，哎，果然行。之后就变成了练4休1，就是20、20、14、14。再后来我想跑20了，不如就跑半马，因为那时候那个软件会统计你1个月跑了几次半马，有虚荣心嘛。那时候1月跑10好几个20，差一点。但是那个从20到半马那段时间有艰难的，因为觉得挺累，感觉做了那1公里不是那么回事了。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就到了现在这个节奏。我跑500公里1个月那一年呢，就是还是刚才那个计划，但是我第3天也是一个半马。这样你们算一下，3个半马是63，再加一个第4天就不是14了，那时候第4天跑17左右，加上17就是80。4休1就是1个月有6个周期，480，对吧？还差20。所以呢，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第4天或者第2天下午出去跑步。那时候从我家跑到三里屯，再跑到农展馆那，再回来，差不多是6公里左右。有时候下午跑一个这个，1个月跑4次，就凑足500了。或者是呢，1个月会有一个30公里，然后再跑2次下午，就是这样。最多的一次是1个月有2个30公里。像今天我的30公里之后，明天应该还是正常的训练，就是这样。加跑量不难的，时间都是可以挤出来，就是战胜心理。跑量帮助我们在马拉松赛场上和比赛前那个焦虑的1周战胜自己的心理。而平常呢，你自己心里的调节战胜自己，能凑足更多的跑量，这就是一个正循环，是不是？对，小伙伴们加油干！咱们训练之后再见。这个臂套戴着非常舒服。11月11号，今天双11号，星期六清晨7点33，
训练结束，第一个训练日，今天30公里，好久没有跑30公里了，之前最多是25公里，2小时18，平均配速4分38。高驰给的运动表现是优秀，有氧效果提高，无氧效果没有。我们是最后那个跟着他们的最后的1.5公里，就是他们的13.5到15公里。我那时候是24.5到26公里，那1.5公里冲刺了一下，冲到最多是3分45左右。大家可以看我的 Strava， 我的 Strava 的链接在每一个视频的描述区都有。大家平均心率146，冲刺那一段最大心率168，平均功率221，累计爬升了103米，平均步频200，今天有点高，平均步幅1.08米。垂直振幅6.2厘米，平均触地时间180毫秒，消耗1500千卡的热量。哎呀，东西捡起来看，把臂套都换了，水也喝完了。我带了一管能量胶没吃，就等于是，算是半空腹吧，因为这个水里冲了点有味儿的东西。那这臂套，北京马拉松。不错啊，这是那种，秋天、春天戴的那种，相对薄那材料，更加的容易排汗。我今天戴的这个是第一次破2的时候 Nike 发售的那个，就是在波士顿买的那条。行吧，今天30公里算是圆满完成。但是实话实说，这段时间从10月1号到现在加跑量是有些疲劳的，不过心态跟心情都特别好，这就是你互相的促进，你不能冒进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就都不好了，你就得找这种就跟说咱有时候喝一杯，你喝太大了就难受了，你喝太少了呢又不尽兴，是不是？就这意思吧。嘿，小伙伴们，刚才最后录到一半没电了，今天画面拍得多。还有我们跑步的画面，还是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吧。进入冬训了，都加油干，努力的尽量别生病，努力的尽量别受伤，好好恢复，好好训练，好吧？那我们冬训加油，今天下午直播见。